蓝湛，昨晚你最后的事情还记得多少？他小心翼翼问出最后一个，也是他最在意的问题。我一点也记不得了。话语中带着一丝落寞和遗憾。他是在昨晚营业时彻底恢复清醒的。醒来后，就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还注意到了自己身上穿着刚换上的新睡衣。由此推断，这里应是别人的家里，也定是好一代已经完全昏醉的他回来休息。只是没想到那人居然是魏婴。当他走出卧室，看到沙发上蜷成一团，安静睡着的人时，心里泛出的心疼和怜惜便瞬间揪在了一起。那人睡觉也不好好盖被子，明明睡前给自己盖的是最后的被子，他一人住，想必也没有多余的被子，便只给自己身上搭了条毛毯。这怎么能行？他把薄毯挪开，轻轻将人抱起，怀里的人还不安分地动了动，说了几句一语，走回卧室，放到沾染着那人味道的床上后，看其在梦中也是安稳的，他才能够安心在床边靠着睡下。魏哥，魏哥，你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温宁在公司跑工作，路过魏无羡身边好几次，看到的无一例外都是他捧着手机笑开花的场景。没什么，就刷刷微博。魏无羡随口回答道，眼睛依然不离手机屏幕。哎，温宁脸上的表情几乎可以说是惊喜了。魏无羡终于明白了和粉丝互动的重要性啊，不仅可以圈新粉，还可以固老粉。不过依他对这位个性独特的艺人的了解来看，事出反常必定有因，于是多问了一句，魏哥你以前不是从来不玩微博的吗？以前嘛，确实是觉得微博没啥好玩的，不过现在，魏无羡嘴角浮现出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，对于追星男孩来说，微博可就太有意思了。追星？温宁震惊道，你追谁啊魏哥？秘密，你可千万饶过我吧哥，就算你看上了哪个女明星，也得先了解了解吧。还有一定要注意别拿大号刷，看人家微博记得左手拿，千万别去评论互动啊，不然要被骂炒作的。他一股溜把话说完，急得都快哭了。魏哥，求求你了。嗨呀，你急啥？你哥我好歹也在圈里摸爬滚打好几年了，这些东西我还能不清楚吗？况且我追的又不是女明星，你别怕呀。哦，知道了就快去忙吧，快去快去。魏无羡站起来就把他往门外推，还一边保证道，我做事有分寸的。待到自己的休息室重新安静下来，他急忙回到座位上，翻到刚刚的位置。哎，刚刚看到哪儿了？这个我好像没看完。那就从这开始吧。他自言自语地点开了帖子，由衷赞叹着这个人为什么能做到完全无死角，又会时不时地被里面的内容逗笑。没错，他追星的对象就是蓝忘机。他每天乐此不疲看的内容，就是和这个人有关的一切，比如久远到出道时的采访、机场的饭拍图，以及粉丝化的各种设定的同人图。其实上次误入的那块新大陆，也就是那个叫望线的 CP 超话，他也没取消关注，只是偶尔才去逛逛。不过大多数时候，这个地方都给他一种太过不真实的感觉。看的时候总会想，要是这些情感都是真的就好了。一旦回归现实，就会有种巨大的落差感。不过好在对这个人的了解多一分，他就有了更多的话题去找本人聊天。再回到饭圈窥屏时，莫名的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。所以能逗他笑的不仅是他的 Q 版同人图，还包括蓝忘机本人。夷陵老祖，图片笑，韩光君，这是夷陵老祖，哈哈哈。这是你呀。图片上一个 Q 版的小人正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，圆圆的脸庞上还透着红晕，手边就是一个倒下的酒杯，旁边还有 ZZZ 的字样。韩光君，夷陵老祖，哎你别不开心吗？这是你的粉丝画的，多可爱呀。韩光君，你觉得可爱？夷陵老祖，是啊，我觉得可爱才发给你的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就撤回来。哎呀，超时了，撤不回了，哭。韩光君，无视。夷陵老祖，不过呀，你的粉丝可真是了解你，画的图也这么有神韵。我看到这张图的第一眼，就想到了上次你在杀青宴上喝醉的样子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哈哈哈哈，拍桌，真的特别可爱。屏幕那一边的人又发挥了他话痨的属性，一提起自己醉酒的事，就兴起的叽里呱啦说一大堆话，
聊天框内也一直跳出来他的消息。蓝忘机没插话，只一字一句认真将那些消息读完，直到最后一条，抱歉，我是不是说太多了？那股烦躁感又不合时宜地冲上心头。蓝忘机已经不记得自己对那人说过多少次不必道歉或者道谢了，那人嘴上是答应了，可总还是会下意识地说出这2句他最不想听到的话。他点开对话框，回复道：不必。没有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我在看。夷陵老祖，哦，好。不过我自己也觉得挺无聊的，都闲到刷微博了，你应该很忙吧？我见你粉丝说你下周要出国拍个广告哎。韩光君，夷陵老祖，真羡慕你啊，我也想有通告找委屈。韩光君，会的。电影再过几个月就上映了。夷陵老祖，是福是祸谁知道呢？我给自己定的最低要求就是不拖你后腿。蓝忘机的不会2个字才打完，那边就又跳出来消息：夷陵老祖，不说了，蓝湛你去忙吧，我看书去了。于是他将2个字删掉，重新编辑发送了一条消息，作为本次聊天的终结。好。魏无羡放下手机，真的从周边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翻开，里面的字他都认识，可是什么意思完全看不进心里去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蓝湛，还有蓝湛对自己的态度。无一例外，他每次鼓足勇气发微信消息过去时，收到的回复几乎都是秒回。如果有其他情况导致蓝忘机没有及时看到消息，他在回复时也会同时说明原因。看起来自己对于他来讲还是个挺重要的朋友，可是每次一聊起来，都是自己的消息在刷屏，那人大部分时候都会回一句或者好，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读那些话。何况魏无羡自己也觉得很打扰对方，可一旦找到了新的话题口，依旧会忍不住去打扰。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身份，不是粉丝，也不是朋友同事，而是一个永远也追不上那人脚步的微不足道的暗恋者。就算有时他自己记不清，也会有人帮助他认清。杀青后1月左右，电影制片方放出了第1版概念版预告，这无疑是能增加电影热度的好办法，可唯一一点坏就坏在概念版预告片大多都是场景和主角的几个特写，不会剧透台词和剧情，偏偏这出版预告片把2主角的第1场吻戏给剪了进去，还放在最后，于是直接导致了本来开开心心舔爱豆妍的小粉丝们，看到最后都恨不得把手机砸了，然后开始骂制片、骂编剧、骂导演，当然被骂的最多的还是魏无羡。毕竟那第1场吻戏怎么说都是魏无羡饰演的角色主动亲过去的，